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老牛的完全测评给大家带来的是欧布的所有 SHF， 除了疾风和爆炎万代没有吐出来以外呢，包括人气很高的黄闪和智勇形态万代也是没有出的。这8盒的均价比较高，总共是花了老牛3000多。这边希望各位能够3连回个血，同时投币过500的话，下期测杀依然是你们说了算。同时暗耀欧布它不是有个厂货版本吗？老牛也是刻意收来了，视频里也是给大伙儿做一个对比。所以说这期视频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首先我们看到2017年发售的欧布原生 SHF， 去查了以后发现欧布产品线发售最早的其实是这款啊，我一直以为是重光形态呢。打开彩盒，我们看到里面的内容物，除了4对手型一个替换用的红灯以外呢，还有一个欧布圣剑以及欧布圣剑上面的替换零件。这一款的体型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拉的，大伙儿都比较习惯把欧布这个时期称为奥特曼 1.0 时期，主要是体型确实是与后面的产品差距比较大。我们拿第2年的捷德与这个欧布来做个对比就能看出来，一对比就显得欧布很瘦弱，然后头很小，脖子很长。这款产品肩膀部分的断层感非常强，薄穿帮零件的设计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腿部有一处现在已经被遗弃掉的设计，就是这个2段式的关节，上半部分是一个球关，然后下半部分是一个正常的转轴关节，这样子有一点点微微的斜切的可动性。这点可动性用处真的不大，因为这个关节的设计导致腿从侧边看的话是伸不直的，还是非常难看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设计被遗弃。虽然这个素体真的很老，但是相较于现在的产品来说，可动性还是要更强的。这也是为什么上一期视频大伙儿都说现在奥特曼的产品可动性反而倒退了，真不是大伙儿瞎说，事实还真是这样的。这款产品的胸灯和捷德一样有非常松的毛病，保玩过程中要是不小心碰到了是肯定会掉的。然后里面附属的红灯相较于剧中来说有些偏粉，里面附属的欧布圣剑我们看一下，中间的图案是印刷上去的，然后整个剑身上面的涂装还算是不错吧。比较可惜的是上面的转轮并没有设计出真的可以转的结构，圣剑拿在人偶手上差不多就是这个效果，我认为还算是不错。把中间黑色的部分给顶出来，然后把上面的图案抠下来，再把产品里面附属的替换件给装上去，就可以还原圣剑熄灭的状态了。那么老规矩，价格环节，老牛的购入价是180，虽然很便宜，但是素质也确实一般。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重头戏啊，这2盒曾经的海景房，欧布原生之初和黑暗欧布的 SHF， 我印象中这俩都是上过1000块钱的，不过现在也是塌下来了。我们先看到这个欧布原生之初，这款因为是亚马逊限定，可能是因为发售的渠道太特殊了吧，这款在当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价格都挺高的，我印象中最夸张的时候要2000一盒，不过现在老牛也是每每吃上了，才花了600块，好吧，虽然600块钱也很高就是了。内容物方面呢，手型只有3对，因为少了欧布圣剑嘛，所以说也没有握持手。主体方面呢，大伙儿都叫这个形态为红裤衩，相较于欧布原生来说，也就几乎把身上所有颜色都改成红色，特别是裤衩这一部分特别抓人眼球。值得一提的是，身上大面积红色的部分好歹是给上的涂装，不是成型色。虽然说这款玩具当年要1000多，但是完全逃不开岁月的痕迹啊，可以看到头顶该氧化的还是氧化了。这款产品里面的特效键，想必大伙儿也觉得很熟悉吧？和重光里面的特效键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款发售的时间要更早，其实是重光头模换色它的。那么这款产品除了发售方式特别一点以外呢，整体素质非常一般，真心不值得购入，而且不知道万代什么时候会出一个新生代版本猛猛背刺它。那么下面一款黑暗欧布呢，之前也是炒到1000多，这可能和它是会场限定的产品有关吧。不过这款价格也是塌了，老牛360块钱就把它收回家了。内容物方面呢，相较于欧布原生来说，就是少了个胸灯。要说这黑暗欧布呢，所还原的是罗布里面爱染尘变的那个，和英歌1里面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和欧布其实没啥关系，唯一有点关系的就是爱染尘他很崇拜红凯。这个配色方面呢，我认为一黑遮百丑吧，并不难看。当然，作为前2者的头模换色，老素体的问题也是保留了下来。这款眼睛部分的发色还是挺漂亮的，然后头顶的透明件也没有氧化。里面所附属的这个圣剑可以看到涂装方面和原版是不一样的，并且中间印刷的图案也是做出了改变。我们拿来原版的圣剑对比一下，除了涂装方面的区别以外呢，这款黑暗的欧布圣剑是把中间的图案改为了纯汉字，握持在人偶手中呢，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这款现在4张左右的价格还是有点高吧，但是相较于当年来说，确实是好接受很多了。不过想收这款的人应该寥寥无几啊，它和欧布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买回去摆共鸣的话也会感觉怪怪的。那么我们把这几个角色放这儿啊，万代换色这一块啊，依旧是拿捏了，虽然说没有上一期视频5只捷德那么夸张的观感就是了。那么下面我们简单过一下这个新生代版本的欧布原生，这款老牛是230购入的，全新未拆。
相较于旧版的欧布原生来说，是把圣剑的替换键给它阉割掉了。这款产品身体部分相较于原版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依旧是老素体啊，但是头雕是有了一个新规。相较于旧版来说，这个头是增大了一圈，还原度也要更高，并且脑袋变大了以后，脖子显长的毛病也迎刃而解了。不过胸灯牦牛这只依旧很松啊，不知道是不是中奖，还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胸灯依旧没有修复。这回的欧布圣剑相较于旧版来说，就是涂装方面有点变化。虽然说这个新生代版本相较于旧版来说贵了几十块，还阉割了配件，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是更推荐各位购买这个版本的，光这一个脑袋就赢太多了。下面我们看到暗耀的 SHF， 这款市面上的厂货还是非常难辨认的。左边的盒子是正版，右边的盒子是厂货。可以看到厂货的盒子相较于正版来说饱和度要更高，可以看到颜色是要更加的鲜艳啊，这么艳反而有些不自然。我们先拆开正版看一下，这盒正版的牦牛是花了379购入的，这个价格相较于目前的市场价来说是比较低的，可能是挂在那儿大伙都以为是厂货啊，都没买。但是牦牛仔细看了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正版啊。我们先看一下正版的外观表现，还算是马马虎虎吧，离皮套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总的来说还算是能看。得益于这个非常健硕的体型啊，虽然和欧布原生是一个时期的，但是不会给人那种非常瘦弱的身形比例的感觉。就是这个膝盖啊，依然是有 1.0 素体的毛病，从侧面看非常难看。总的来说，万代正版的暗耀欧布我觉得还算是可以，虽然说还原度差点意思，但是外形真的很帅，拍照很出片。然后我们拿出厂货来，这个厂货大伙儿对于外形感觉怎么样呢？其实你别说，远看的话还可以，不细看的话确实是感觉很难分辨，包括之前牦牛也觉得是这样的。但真的上手以后就会发现，这个厂货是没办法以假乱真的。光这个头雕整个走形了，真的一眼假。厂货看起来非常肉，而且左右脸不对称。厂货的眼睛部分为了图省事儿，整个脸上的消光是一起喷的，导致眼睛部分是这种消光质感的。正版的就是正常的透明键反光质感。厂货身上的红色也要比正版暗淡很多，正版是非常鲜艳的红色，而厂货就是比较暗淡的这种赭红色。正版身上的涂装虽然说涂的也没有那么规整吧，但总体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到了厂货这边，身上银色的条纹基本上可以说是瞎勾巴涂。下半身黑色的地方呢，正版是消光质感的，而厂货是油亮油亮的。同时把玩手感上，这两者也有相当大的差别。这是正版关节的动静。这是厂货关节的动静，前方调低音量。同时我这只正版的下半身非常紧实，厂货则是非常松。正版的特效键做的还是非常好看的，通体是蓝色的，然后上面有一道紫色的闪电，装上去以后的效果也属实不错。厂货的特效键可以看到，相较于正版来说，它整个变成紫色了，透过去还可以看到一些紫色的颗粒物，我猜测应该就是懒得给这个紫色的闪电上遮盖，给它整个都喷成透明紫的了。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厂货只有正版价格的1/2，但是把玩体验方面确实是低了非常多。同时你买完后续想要出掉回血的话，也是非常难出的，得把价压得非常低才会有人收，具体就看各位自己的接受程度和钱包的承受力了。那么下一款我们看到这个欧布的重光形态，牦牛的购入价是200块整。这款依旧是老素体，不过外形方面做的还挺匀称的，脑袋部分的大小相较于原生来说也算是调整了，同时肩胛挡住了肩膀部分的断层，视觉上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外观方面我能给这款一个比较高的分数。配件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光线特效键啊，和欧布原生之初那个完全一样啊，就连颜色也没有什么变化。八分光轮方面呢，颜色倒是稍微改了一下，不过改的更丑了。原生之初那个版本是非常通透的，与之对比起来，这个发色就非常难看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新生代之星版本的重光形态，牦牛的购入价是175。内容物方面，除了手型和胸灯以外呢，也就一个光线特效键。该说不说，这个光线特效键是新规的，效果非常好，上面的流动感做得非常棒。这款新生代之星最大的亮点依然是新规的头雕的部分。这个新生代之星的头雕相较于旧版来说是更加英气，也更加还原皮套。旧版的这个头雕我之前觉得挺还原的，但是现在这么一看有点冬瓜脸了。这两款的素质都比较中规中矩吧，但是性价比还算是不错。下一款是今天最后一款也是最贵的一款欧布3重的 SHF， 老牛是680购买的全新未拆。
内容物方面还是非常多的，过一会儿我们一件一件看。这款我拿出来第一反应就是头稍微有点大呀，后面看了一下皮套，发现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但是玩具化以后你拿在手里会更加强化这个感觉。这款的细节量基本上集中在上半身，头顶部分的水晶非常漂亮，同时胸口的计时器、四周的纹理涂装也是一丝不苟的。下半身手脚上面的水晶用透明零件来制作，强化了整款产品的一个精致感。这么看是真帅啊！可动性方面，除了腰部依旧是稳定发挥以外呢，其他地方还算是挺不错的，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的把玩需求。产品里面附属的这个欧布斩击者上面的涂装还算可以，坚刃部分可以拆卸下来替换上延长刃，装在人偶手上以后效果真帅吧。产品还有一个玩法，我们把它的肩甲、两条小臂都拆下来，再把胸灯给它卸下来，然后背后的背鳍也要卸下来，把产品里面附属的替换用的小臂给它装上，我们再把艾克斯里面的这个哥莫拉装甲给它套上，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欧布三重穿戴哥莫拉装甲的样子。整体效果真的非常不错，这个玩法能有所保留，还是要给这款产品点个赞的。当然你也可以还原剧情，给它只留一个爪子，完成局部武装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款欧布三重 SHF 我认为还是非常好玩的，就是太贵了，如果不是做完全测评欧布这个题材的话，我是真不舍得买啊。OK， 那么视频制作是真心不易，看完了不要忘了一键三连啊！拍了230多段素材，真的是要折磨死老牛了。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支持这个系列，下一期要看啥可以打在评论区。